你这个死小太监，偷东西！大号叫什么哥？你都不认识？新来了？是啊，怎么称呼啊？神仙？神仙？怎么？你认为我是神仙吗？莫非你也是太监？是啊。哎，那你就别闹了，自己人，拿回来吧。哼，不给。哼，你不给我，我只好扁你了。现在你给我，我也要扁你了。哎呀，你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你个小崽子！不要跑！海大富吩咐韦小宝和小桂子潜入太后的寝宫去偷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小桂子心里很清楚，凡是去过太后寝宫的人，第二天都会惨死在御花园。为了保命，小桂子当场挟持了韦小宝，想要趁机逃走。可他却忘了，海大富最厉害的正是那阴毒无比的化骨绵掌。只见海大富缓缓运功，轻飘飘一掌打出，竟直接穿透了房门，打在小桂子的后背。中掌后的小桂子瞬间瘫软在地，整个身体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最后化为一滩血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样？化骨绵掌，我刚刚拍你这2掌也是啊。想不到啊，想不到啊！中掌后的韦小宝吓得浑身发抖，以为自己马上也要化为一滩血水，心中直呼完蛋。可海大富却告诉他，刚才他中的只是慢性化骨绵掌。韦小宝半信半疑地撸起袖子，只见手臂上出现一条绿色的毒气。海大富警告他，只要这条绿气一过了手肘，他就会全身骨骼尽碎而死，期限只有1个月。海大富就是要利用韦小宝的机灵潜入太后的寝宫，偷取那本42章经。韦小宝没想到这么多人都在找这本经书，海大富施展轻功，将韦小宝带到慈宁宫附近。下面就是太后的寝宫慈宁宫，这个时候他一定去空和殿那边礼佛，最快要1个时辰才回来，你有足够的时间。经书拿到手，马上拿回来给我。万一他突然回来怎么办啊？我会暗中保护你。下去。这么高怎么下去啊？我用掌力送你一程，放心。海大富用掌力直接将韦小宝送到太后寝宫门口。韦小宝站在门前，心里七上八下，一边怕得要死，一边又不敢违抗。眼看四下无人，他立刻开始翻找经书，可还没找到，就听见太后回宫的声音。韦小宝见状，立刻躲了起来。这位看似威严的太后，其实是神龙教的圣女假扮的。她潜伏宫中多年，只为寻找藏有大清龙脉秘密的42章经，而真正的太后一直被她囚禁在慈宁宫的密室内，受尽软禁。韦小宝躲在暗处偷看，心里又惊又吓。就在太后准备就寝时，一名黑衣人突然闯入，4位宫女立刻上前迎战，而这个黑衣人正是海大富，他就是要引开太后，给韦小宝争取时间。却没想到宫女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太后只能亲自出马。黑衣人见状，立刻飞身逃出慈宁宫，太后与宫女紧随其后追了出去。韦小宝见人都走光了，他心里一阵窃喜，立刻出来继续翻找经书。没费多大功夫，就在床上找到了这本42章经，可刚拿到手就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你这个死小太监，偷东西！大号叫什么哥？你都不认识？新来了？是啊，怎么称呼啊？神仙？神仙？怎么？你认为我是神仙吗？莫非你也是太监？是啊。哎，那你就别闹了，自己人，拿回来吧。哼，不给。哼，你不给我，我只好扁你了。韦小宝将建宁公主误认为是小太监，还准备抓住她痛扁一顿。两人一边追一边跑，竟闯进了玄烨的书房。韦小宝叫嚣着让两人归还经书。初入皇宫的韦小宝根本不认识皇上，还把两人都当作是这宫里的太监。这个太监傻傻的，他以为你跟我也是真的太监呢。不会那么傻吧？还有啊，平时那些人看到我嘛，就害怕的好像鹌鹑一样，但是这个不会耶，打我的时候来真的，而且啊，使尽全力的打哎。有种就上来，我就上来扁你。一定有机关，我才没那么笨呢。是男人的话，你就下来打。你喜欢打架吗？不是我喜欢打架，是有很多人喜欢被我打。好，你想怎么打？我打架有3大原则：第一，不准打我的脸；第二，只准我打你的脸。皇上被韦小宝偷袭，两人当即在御书房较量起来。虽然两人的武功都平平无奇，可皇上还是略胜一筹。在几个回合下来，韦小宝被一脚踢飞。眼看自己不是皇上的对手，韦小宝大喊暂停。他告诉皇上，只有把经书还给他，他才肯继续比试。你是不是拿人家东西啊？没有啊，谁拿他东西了？快点打他，打！你拿他手上，你还敢说没有？
我告诉你啊，我回去找帮手来，你就知道错了。我是武功盖世，打个喷嚏也叫你七孔流血。在两人的交谈中得知，韦小宝的师傅竟然是海大富。于是皇上写下一封信，让他回去交给海大富，还答应他明天若是能打赢自己，便将这2本经书全都送给他。最后在信上盖上皇上的大印。韦小宝回去后，将今晚发生的事告诉海大富，海大富却不相信韦小宝说的话。当看到这盖有玉玺的圣旨，才不得不信。皇上在信中命令海大富一定要把最好的武功交给韦小宝，让他陪自己玩耍，还御赐他为天子门生，不得怠慢。看完信里的内容，海大富满脸怒气，却又不敢违抗皇命。不知道小春子公公想学些什么武功去跟这个人比划呢？哇，瞧他这副德行，好像真是欠人家不少钱呢。想学武功啊，那就勉强点去化骨绵掌吧。也好，化骨绵掌练个30-50年也能略有小成。哇，怎么绝世武功动不动就要说练100几十年？这化骨绵掌没练到一半就进棺材了，话谈都不行。我看你真是爱说笑。说的也是，而且化骨绵掌杀伤力太强，恐怕会伤到皇帝。皇什么？皇上之内的和气。那你有什么拿手的耍出来让我选呢？好，哎，干什么？我打了一天，肚子好饿，弄点东西给我消烟。如今韦小宝成了天子门生，海大富也不敢随意拿捏他，只能按照吩咐给韦小宝摆上了一桌的满汉全席。